在山西太行山深處有一個村子，這裡的房子全部建在一塊巨石上，沒有地基，卻整整站了1500年沒有倒。以前這裡有300多人，如今只剩13個老人。政府修了路，通了電，在縣城給他們蓋了房子，請他們下山，可他們就是不走。他們寧願守着石頭壘的老屋，寧願在這連地基都沒有的房子裡慢慢老去，也不肯離開。這個村子叫大場村。從太原出發，一路向東，3個小時的車程，平原變丘陵，丘陵變大山，太行山到了。這個村子在山西省陽泉市。說陽泉你可能陌生，但說劉慈欣你就知道了，《三體》就是在這裡寫出來的。而現在要去的那個村子，比劉慈欣筆下的世界還要魔幻。導航顯示還有70公里，柏油路變水泥路，水泥路變碎石路，兩邊是陡峭的山崖，抬頭只能看見一條窄窄的天。當地人管這種路叫掛壁路，掛在懸崖上的路。拐過一個彎，水聲突然出現了，3道瀑布從山崖上跌落下來，在這個乾旱的北方山區顯得格外不真實。村口的石碑上刻着3個字：大場村。這個字字典裡讀聘，當地人讀場，拆開看，山在上，水在下，有水從山上流下來的地方就叫場。村口正好有3條瀑布，所以叫大場。拐進村子的小路只能過1輛車，路的一邊是懸崖，一邊是山體，開了大約1公里，路斷了。從這裡開始你就只能走路了，沿着石板路往上爬，腳下的石階被磨得發亮，邊緣都圓了，一看就是走了幾百年的路。爬了大約20分鐘，山路突然一轉，一整座山坡上密密麻麻全是房子，50多座院落從山腳一直壘到山頂，最高處有13層，石頭壘的牆，青瓦蓋的頂，層層疊疊，錯落有致，遠遠望去像西藏的布達拉宮，所以當地人也管它叫太行山深處的布達拉宮。可走近了看，你才發現更奇怪的是，這些房子沒有地基，整座村子建在一塊巨大的山石上，每一棟房子就是用粘土和石頭直接壘在光滑的岩石表面，沒有打地基，沒有挖坑，就這麼往上壘，一壘就有10幾米高。1500年過去了，經歷了無數的地震、暴雨和山洪，但它卻從來沒倒過。腳下的小路也不是鋪的，就是在岩石上鑿出来的。村民每天走的路，就是祖先過去一錘一錘凿出来的。站在村口看着這片掛在懸崖上的村落，你的腦子裡就只會剩下一個疑問：這些人為什麼要跑到這石頭山上建房子呢？村幹部的辦公室就是村口那塊石板，60多歲的韓國印站在那兒，長得精瘦，臉上被幾十年的山風刮出來一道道深深的皱紋。他是大場的最後一任村長，管着山下梁家寨鄉的家，管着山上这13口人的事。村裡的數字他張嘴就能說出來，40年前83戶348口人，學校裡有娃娃讀書，供銷社裡有人買東西，磨坊裡的機器天天轉，逢年過節村裡自己搭台唱戲，鑼鼓一響，整個山溝都是火的。可到了現在就只有13口人了，他自己也早就不住在山上了。7公里外的梁家寨鄉有他的家，有老婆孩子，但他3天2頭往回跑，路要修，自來水要接，誰家的羊被野狗咬死了他也要管。有人問他，村子都這樣了還管什麼？他反問道，不管還能叫村嗎？他曾帶着村裡的老人們修了一條台階，從村口通到半山腰，5個人平均年齡超过70歲，背着幾10公斤的石頭，在陡峭的山崖上一级一級往上垒，不是為錢，而是想着萬一有人來呢，萬一村子還能活過來呢。往村裡走沒幾步，就能看見韓雙牛，80多歲，佝偻着背，走路很慢，但眼睛還亮。他是村裡走出去最遠的人，不是去縣城，不是去太原，是去了上海。外灘、東方明珠、高樓大廈，他記不太清了。他記得最清的是城裡人拿着水管子給草坪澆水，他站在那兒看了很久。他種了69年的地，除了一輩子草。大場的地都在山坡上，全靠老天爺下雨，否則一滴水都澆不上。草長出來了，就得用鋤头一棵一棵刨，太陽曬着，汗淌着，彎着腰，人要從早幹到晚。他回到村裡後，跟人講這件事，講了好幾遍，每次講到這兒就卡住了，這事想都不敢想。3個閨女都在縣城，回來接他好幾回了，可他說什麼也不走，指着对面的山給女兒說，他爹埋在那兒，他爺爺埋在那兒，他太爺也埋在那兒，以後他也要埋在那兒。從雙牛家再往上，石頭路越來越窄，最裡頭的院子住着韓二妮和兒子韓生志。韓二妮80來歲，2個閨女嫁到山外，2個兒子外出打工，老伴早年就走了，家裡只剩他和生志。生志60來歲，一直沒娶上媳婦，不是不想娶，是大場太偏太窮，
外村姑娘一聽名字就不願來，像她這樣的單身漢，村裡還有好幾個。20年前父親去世後，生芝就守着老母親過日子，两个姐妹都嫁去了山外，按理說她也能走，可她走不了。那年母親大病一場，身子骨垮了，吃喝拉撒全靠兒子一個人照料。廟會那天，生芝攙着母親出來曬太陽，有人問老太太為什麼不搬下山住，她沒說話，只是抬手指了指窗外，在對面的山上埋着她的男人。韓二妮在牆上掛着一張老全家福，指給人看，這是大閨女，這是二閨女，這是大兒子，這是二兒子。說完沉默很久，孩子們接他去城裡住過，樓房寬敞，馬路平坦，燈火明亮。可他待不住，他說在城裡一天太長，於是他又回來了。灶台上永遠架着一口大鍋，冰箱裡塞滿饅頭，有的放得發硬也捨不得扔，就怕孩子們突然回來，家裡沒東西吃。生芝的每一天從凌晨4點半開始，生火燒水，把粥熱好端到母親床前，看着她吃完。白天去地裡幹活，不敢走遠，每隔2個鐘頭就得回家看一看。有人問他一輩子守在這兒後悔嗎？他說老媽媽不走，我就不走。看完了他們是誰，現在回到那個問題，他們為什麼要跑到這石頭山上安家呢？答案藏在一座小廟裡，村口大王廟供着7尊石像，最大那尊背後刻着一行字：北魏永安2年，也就是公元529年，跟大同雲岡石窟同年。那是中國歷史上最混亂的時期之一，南北朝打仗打了上百年，北方換了5個朝代，南方也換了4個，老百姓到處逃難，能躲進山裡的絕不留在平原。大昶的祖先據說就是那波逃難大軍中的一支。村裡流傳着一個說法，最早來這裡的是南方一位馬姓官員，因為得罪了權貴被追殺，帶着家眷一路向北逃，跑到太行山腳下，實在不敢再走了，就往深山裡鑽。這裡3面環山，只有一條溝能進出，易守難攻。山上有水源，能開梯田，能放羊。他看中了這塊地方，於是決定留下來。南方人會蓋房子，帶來的不是北方窯洞的技術，而是南方的吊腳樓，石頭壘牆，木頭搭架，青瓦覆頂。這就是為什麼大昶的房子不像山西農村常見的窯洞，反而帶着一股南方山寨的味道。馬姓人在這裡住了多少年，沒人說得清了。但後來的大昶人不姓馬，姓韓。村裡老人說，元末明初，韓氏3兄弟從洪洞大槐樹遷來，老大、老二被分到了好地方，日子還算過得去。老三腦子不太好使，村裡人說他憨，2個哥哥也嫌棄他，覺得他什麼忙都幫不上。後來家裡鬧了矛盾，老三就被趕出了家門。沒人知道他走了多遠，走了多少天。山裡沒有路，只有石頭和荊棘，餓了摘野果，渴了喝山泉。走不動了就找個山洞睡一覺，第二天繼續走，走到幾乎走不動的時候，眼前突然出現了一片空蕩蕩的院落，石頭壘的牆，青瓦蓋的頂，房子建在巨石上，但一個人都沒有。那是馬姓人離開後留下的空村。老三在村裡轉了一圈，有水有地有現成的房子，於是他決定不走了，開荒種地，娶了山外的媳婦，生了孩子。一個被家族拋棄的人就這樣在深山裡活了下來，還繁衍出了一個村子。今天大昶村的人都姓韓，老人們說韓老三就是他們的祖先。那這個村子沒有地基，為什麼又能1500年不倒呢？答案他們也不知道。石頭找的大小合適，一塊一塊往上壘，用黃泥灌縫，乾了就比水泥還硬。木梁插進去，互相拉扯着，哪怕地震來了，也只是晃一晃卻不倒。這不是一個人的智慧，是幾百年、幾代人一點一點試出來的。村裡的老人說，蓋這樣的房子，第一塊石頭最重要，必須選最大的、最平的，放在最底下，那叫定基石。定基石穩了，上面的才不會倒。大昶的定基石就是整座山。大王廟裡那7尊石像，還有一個更神秘的說法，老人們說，同一天不同的時間去稱，它們的重量還會不一樣，早上輕，中午重，晚上又輕了。有人專門驗證過，重量真的不一樣，科學也解釋不了。但大昶人不解釋，他們只是默默地守着。1500年，朝代換了10幾個，戰爭打了無數場，山外的世界翻天覆地，但大昶人就在這石頭山上種地、放羊、生孩子、埋死人，一代一代沒斷過。13個人住在50多座院落的空村子裡，聽起來很慘，但實際上日子過得沒那麼糟。孩子們會從城裡寄錢回來，村裡種的東西也可以拿到山外賣，因為不上化肥，不打農藥，城裡人還會搶着要。
他們不願意走，不是因為沒錢，而是因為這的土地，大廠的地都在山坡上，一層一層落上去，像梯子一樣掛在山坡上。最大的地，两個人并排站都嫌棄，現在的農機根本就上不來，所以他們還在用幾百年前的農具，播種用樓車，收割用連葭，磨面用石碾。石碾子轉起來，發出沉悶的咕嚕聲，谷粒在石頭下面被碾碎，飄出一股淡淡的香味，那是大廠人聞了一輩子的味道。有人問為什麼不用機器，因為機器磨的不好吃。除了種地，他們還要養羊，500多只黑山羊，春天趕上山頂，冬天趕回圈裡。賣羊的錢是每年最大的進項，但收成不一定能裝进兜裡。夏天雷雨来得快，羊在山頂上，一個雷劈下來，一次能劈死20-30只。老人說起這事，語氣很平。老天爺要收，你攔不住。秋天野豬下山了，一群一群的拱進地裡，一晚上能把一片莊稼全毀了。狍子、獾子也來了，大廠人就在地邊扎草人、敲鐵盆，嚇跑了又來，來了又趕，折騰一整個秋天，收进倉裡的不到地裡的70%。核桃本來是村裡的好東西，以前一年能打2萬斤，賣的錢夠全村花一年，現在只剩幾百斤，不是树不結了，而是根本等不到收穫。松鼠在山上來回蹿，核桃剛熟就被叼走了。當地人管松鼠叫臊毛子，老人說山上好多核桃樹都是臊毛子種的。秋天他們把核桃藏起来，忘了吃，第2年就長出一棵樹，長到誰家地頭上就是誰家的。這是大廠人的道理，天給的東西天也能拿走，不爭不怨。等冬天到了，地裡的活也幹完了，老人們就開始猫冬，但猫冬不是真閒着，他們會把獅子掛在屋檐下，一天一天曬成柿餅，把蘿蔔切成條醃在缸裡，把白菜碼在牆角，壓上石頭，等它發酵成酸菜。哈爾尼的院子裡每年冬天要曬幾百個柿子，他說孩子們回來就愛吃這個。日子就這麼一天一天過，凌晨生火做飯，天亮扛鋤上山，太陽落山收工回家。一年四季周而復始，春天種，夏天鋤，秋天收，冬天藏。村裡沒什麼娛樂，年輕人走了之後，連打麻將都湊不起一桌。老太太坐在門口餵雞，雞一叫天亮了，雞一歸窩天黑了，日子慢得像山上的石頭。但大廠曾經不是這樣的，他有過唱戲的劇團，有過方圓幾十里最好的秧歌。1990年以後，劇團沒再演出了，人走了，湊不齊了，只留下了一些舊戲服。老人們每隔一段時間就把那些行头從箱子裡翻出來，掛在院子裡晾曬。花花綠綠的袍子，金燦燦的頭冠在陽光下晃眼。沒有人唱了，但又捨不得扔，像是給過去的那個大廠留個念想。大廠人在這石頭山上住了1500年，最難的日子不是開頭那幾百年，而是離現在最近的一場劫難。村口那棵老槐樹比村裡最老的人還要老，3個人和抱才能抱住，樹齡超過500年了。1943年8月10日，農曆7月初10，莊稼正要收，核桃快熟了。那天夜裡，300多個日偽軍摸黑進山了，有人帶路，否則那深山老林，外人根本找不到路。槍聲響的時候，村裡人剛從地裡回來，正在做晚飯。第一聲槍響，一個男人倒在自家院子裡，然後是第2聲、第3聲。人們往山上跑，往溝裡鑽，但300多個日軍已經把村子圍住了。那一夜，有19個村民遭難，其中有2個孩子，一個9歲，一個10歲，170多間房子被燒，大火燒了一整夜，把半個天都映紅了。800多頭牲畜被搶，能牽走的全牽走了。村口那棵500年的老槐樹也沒躲過去，日軍砍了它的樹枝，劈成柴火，生火做飯。第2天天亮，日軍走了，活下來的人從山上、從溝裡、從地窖中爬了出來，但村子沒了，家沒了，親人沒了，灰燼還在冒煙，空氣裡全是焦糊味。他們把離開的親人埋在對面的山上，那19座墳至今還在。然後他們開始重建，房梁燒了，到山上砍新的，瓦片碎了，用石板代替，牆還在，就接着往上垒。沒有人說過要走。之後幾年，大廠成了八路軍的根據地，山下10多公里就是日軍的據點，大廠藏在深山裡，成了天然的屏障。八路軍的軍火庫、糧庫就設在這裡。老人們現在還能唱當年的邊區小調，大炮轟轟地響，機關槍嘎嘎嘎，日本人進中國。村口那棵老槐樹被砍掉樹枝之後，所有人都以為它活不成了。第2年的春天，它又冒出了新芽，沒人給它澆水，沒人給它施肥，但它就那麼長出來了。現在那根新枝已經有80多年了，粗壯的像是從沒經歷過那場劫難。老人們看着那棵樹，說樹都活下來了，何況人呢？
89歲的韓義珍就是那年活下來的孩子之一。他15歲參了軍，打日軍打了7年，負傷7次。國家現在每年給他5000塊錢的傷殘補助。該進養老院了，他不去，那裡不自在，就留在村裡和外甥一起過。問他為什麼不走，他只說了一句：我走了，這村子就真沒人了。大廠人扛過了戰爭，扛過了貧困，扛過了一次又一次的天災人禍，但他們沒有扛過另一件事。1980年代改革開放了，大廠的年輕人開始往外走，先是縣城，然後是太原，然後更遠，出去就不怎麼回來了，不是不孝順，是回不來。村裡的學校沒了，供銷社關了，磨坊停了，劇團1990年以後再也没有演出了。2018年，攝影師王小岩來到大廠，他走遍全村，想拍一張全家福，全村人聚在一起，總共13个，平均年齡超過65歲。他按下快門，那張照片裡13個老人站成一排，身後是空蕩蕩的村子，頭頂是那棵500年的老槐樹。這是一個存在了1500年的村子最後的合影。2013年，大廠被列入中國傳統村落。2019年又入選了中國歷史文化名村。專家來了，記者來了，然後資本也來了。一家企業投資開發了旅遊景區，修了水泥路，建了雲頂客棧、空中吊橋、咖啡廳，門票50，觀光車20。景區在山頂修了一個觀景台，從那往下看，整個大廠盡收眼底。50多座院落層層疊疊，巨石上的村莊卻是像布達拉宮，美得很。但村裡的老人說，這一切跟他們沒什麼關係，景區只管收錢，跟我們沒關係。有村民說，景區答應過給村裡分紅，但就沒給過。他們不懂什麼是分紅，他們只知道遊客多了，擺個攤賣點自家做的窩窩頭、花椒、核桃，一個月能掙幾百塊錢，這比景區給的分紅實在。但他們也說不清，這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。以前大家自己種地，自己放羊，沒有貧富差距。現在有人賣東西掙了錢，有人掙不到，差距就出來了。以前大家覺得村子遲早要消失，現在景區來了，村子好像又能活了，但活過來的是景區要的古村，不是他們住了幾十年的家。這個矛盾不是大廠一個村的問題。曾有專家說過，單一的把開發旅遊當作傳統村落的救命稻草，恐怕不是辦法。全中國每天消失100個傳統村落，按照這個速度，再過1-2代人，大部分古村落都會消失，不是被拆掉，就是變成空殼，沒人住了，就沒了生命，只剩下房子，等着遊客來拍照片。大廠也會是這樣嗎？村長韓國印說不準，他只知道村裡的13個人，平均年齡每年都在漲，人越來越少，越來越老，沒有人願意走，但也沒有人能留下。村口那棵古槐又過一個冬天準時發芽，守村的老人卻少了好幾個。韓大爺去年還能挑水爬坡，今年拄上了拐棍，韓二妮的腿已經走不出院子了。變化發生在看不見的地方。有一天，誰家的煙囪沒冒煙，隔壁的老人就得去看看，敲不開門就叫人。村長韓國印從山下趕上來，門開了，人還在，只是起不來了。這就是大廠的日常，死亡很近，活着很難，但沒人想走。山風從對面吹過來，老槐樹的葉子沙沙響，山不說話，石頭不說話，1500年的老村子也不說話。人在，村在，人走，村沒，是對留在這個村子裡的老人們最形象的表達。如果是你，你會守着這座石頭村，還是離開大山，去過另一種生活呢？本期眼見中國的視頻就到這裡，如果喜歡，記得點讚、訂閱和轉發，我們下期再見。